百年孤独自我打初中以来给我留下的印象，逼着这本书被打上了青少年必读的标签，然后把包括我在内的一大堆青少年骗进阿尔卡蒂奥、奥雷里亚诺、唐阿、波利纳尔等来自遥远国度那名字都记不住的漩涡里。所以在进入正题之前，还是给没看过这本书或者多年以后面对叉叉叉叉叉将会回想起巴拉巴拉那个遥远的下午，只记得这句公式化模板的观众将让这本书写了什么。19世纪初期，一个叫波利瓦尔的年轻夫哥在欧洲旅游的时候 ，Look 奇门运动的特产。本来他没有立马发作，直到结婚后6个月，他把她带回老家的时候，拉美的蚊子把他心爱的外乡女人直接给摁死了。于是这位副哥一气之下用了许多年，终于把大哥伦比亚地区从这个红色的十字染成了黄色、蓝色和红色。接着副哥去世，他的遗产四分五裂，而百年孤独的故事便发生在哥伦比亚。之后工业革命和科学的产物，随着吉普赛人的脚步，用魔法兜售的方式来到这个叫马孔多的沼泽小镇。哦，对了，还记得刚刚的红色和蓝色吗？于是对应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立马用着最新的科技组建了红蓝吃鸡大赛，将整个哥伦比亚撕裂成2半，最后又强行给分了回去。哦，还没完 ，Look who's coming, American。接着，马孔多的水土条件实在是太适合大麦克香蕉的生长了，而美国人民需要香蕉。但不管是联合果品还是标准果品，这些美国公司让马孔多人住着30人一间厕所的大通铺，工资有的时候只发几张只能买到弗吉尼亚臭火腿的超市卡。当马孔多的香蕉工人抗议时，3000多人被军方从这个地球上抹去，这就是马孔多的第2次下雨。即便是跨越了1个维多利亚世纪，马孔多见识过第1次和第2次工业革命。北方的大国，即便是被撕裂后，却能重获新生；而南方热带亚这群讲拉丁文的兄弟，不管怎么摸爬滚打给世界呈现的刻板印象，永远是穷、毒、黑、乱。以上就是《百年孤独》所呈现的这个奇幻内容背后的故事。尽管马尔克斯在写这本书的20世纪60年代前后，整个拉美经济不断崛起，然而10多年后的拉美债务危机把他们打回了原来的底色。这就是《百年孤独》中的性交诅咒，这么个内循环的表现形式，如同拉美不断循环轮回的命运。哦吼，家族族长是表兄妹，后辈也是杰出人才，远房妹妹结婚养我的姑妈呀。最后族长心心念念的不要猪尾巴孩子呀，最后还是由6代目的侄子和他的姑妈交合后诞生 have a baby， 接着被蚂蚁给吃掉了。Edwin Williamson 在他的论文里说到，乱在拉美的魔幻文学里等价于唯我论。当亲属的差异没有被恰当标记时，相应的沟通或建设性的社会交往就会变得无效。这就指向拉美中社会非常常见的无效对话、内战和无法达成建设性共识的局面。而他认为，科学将是这个家族抵御乱威胁的堡垒。就像我们现代的人经过生物的教育，或者看了我上一期的视频，就知道近亲繁殖的相应的近交系数如果越高，隐性遗传病的风险就越高。乱的小头热情自然会被理性冲刷几分。然而，布恩迪亚族长所在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对他们来说孟德尔的毛都还没长齐呢，自然不会从理性的角度去知道这些知识只能用远古的诅咒恐惧来威慑自己的后代。结果大家都抢着吃禁果呀！其实就算是现代，都有人蠢蠢欲动。说到猪尾巴孩子和论文，我在上期搜资料的时候发现啥玩意儿尤卡斯人身高不足1米，近亲繁殖的产物，还是拉美系的。然而摆出的图片却是巴卡人的图片，而巴卡人是非洲比格米人的分支之一。Pygmy 主要来形容特别矮的事物，比如1年前这个很有名的河马 Muden， 而洋人称这个物种为 Pygmy hippopotamus， 我们这里的翻译就是倭河马。这个比格米人在非洲大区也过得是非常惨呀，在1907年被当作动物被关到纽约动物园展览不说，就是现在的1994年卢旺达知名的大屠杀中一位黑叔叔本土巫医说吃了能获得神力于是近1/3的当地的比格米人被抓起来吃掉了这类疾病的最后诊断一般称矮小症。当然，屏幕前的朋友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缺维生素 D 或者缺钙，或者是初中生物中侏儒病和呆小症的区别。不过在医学中，矮小症主要针对的就是身高。比如在这张表里，如果身高小于对应的红色的年龄，就需要值得注意了造成的原因有很多喽，可以查这张表，其中占大头的 GHD 也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部分类型的它可呈现长软丝体隐性遗传。这就意味着近亲配种配成这样也是很有可能的。OK， 我是百味背景，感谢你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对了，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猪尾巴孩子呀。